女人可以没有男人，但是男人不能没有女人。男人单身久了，看哪个都像貂蝉；女人单身久了，看谁都像渣男。这个女人呢，总觉得自己的孩子好，而男人呢，总觉得别人老婆好。男人单身越久越邋遢，女人单身越久她越精致。这个女人呢，基本上是选择性的单身，而男人呢，基本上是被迫性的单身。女人找男人就像穿衣服，他不喜欢的你给他，他都不穿；而男人找女人呢，就像抽烟，有好的呢就抽好的，没有好的呢是烟就行。实在没有烟啊，就那烟屁股，他也能对付2口。娘们可不像好。老头呢？老头都去哪了？为什么到处都是老太太，而老头是少之又少呢？你发现了没？大部分跳广场舞的、逛集的、村头唠嗑的，连打牌的也基本上都是老太太。你到小区一看，一个单元几乎剩下的都是老太太。老头呢？老头去哪了？普通老百姓的男人，基本上平日里都吃着别人吃不了的苦，做着别人出不了力的工作，多年的劳动成疾。到了60、70岁，基本上都到地下工作去了。一方面，男人真的很难，一家的衣食住行，男人都是一个人扛肩上，还有承受妻子的所落，还成了妻管严，在外面出力，回到家里还是窝囊气。到了60岁，那么就丧气了。另一方面，中国女人是世界上最强势的女人，大部分女人一生从来都不承认错误，她只承认犯了一件错，就是嫁错了人。在他们的心里，压根都瞧不上自己的男人，所以经常会欺负自己的男人，所以大部分的男人都是被女人给气死的。还有就是，所有的老太太都不会承认这是一件事实，所以老头听了以后也只能叹口气。还有，儿女大部分都是偏向母亲的，老头基本上被家庭给边缘化了，很多行为并不是故意的，但也没有人在意。这老头受了委屈，他不会大哭大闹，不会满地打滚，只能默默的承受。那么时间长了，人不就垮了吗？对不对？再者，女人50岁退休，而男人呢要60岁才退休。这个女人可以用剩下的10年开始锻炼，那身体是越活越好。而男人呢，用最后的10年拼了老命的工作，所以身体越活越差。到了60岁的男人，基本上已经半死不活了，哪里还能看到老头？男女之间不聊隐私的话题，就失去了交往的意义。其实没有几个人是正经的，他们只需要假装很正经，或者是没有遇到自己喜欢的口味。感情呢，不是谈出来的，是坏出来的。假如有一天遇到了，越无所谓，越容易得到，越在乎一个人，得到的过程障碍就越大。女人表面上都不喜欢坏男人，但是在特定的状态下，只有坏男人才能让她心动。嘴上说不喜欢坏男人的女人啊，最终都会被坏男人拿下。没有异性缘是因为自己太正经，和一个正经的异性聊天，不如选择和同性扯淡。男人和女人在一起啊，就要聊点男人和女人应该聊的话题，否则不如不聊。不正经的人呢，也未必是坏人，只是呢比较直接。因为男女之间交往啊，最终的目的都是一样的。你们说我说的对吗？女人，我看你长得挺好看的，你让我亲一下呗。你是流氓啊，说亲就亲一下、啊。给你100块钱。你知道备胎为什么是圆的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方便滚。比备胎更卑微的是千斤顶，只有换胎的时候才用一下。比千斤顶更卑微的是三脚架，只能远远的看着，还得提醒别人不要伤害它。比三脚架更卑微的是空调，它天天为你驱寒问暖的，你却当它是空气。比空调更卑微的是挡风玻璃，为你遮风挡雨，你却当它是透明的。比挡风玻璃更卑微的是安全带，它天天抱着你，你却抱着方向盘。更卑微的是排气管，不管我加的什么油，只会拿它来出气。更卑微的是安全气囊，
你若安好，他一辈子都不会出现；你若危险，他用一生护你一次。男人刷抖音，他是越刷越开心，因为他们看的都是同样的作品，要么颜值高，要么身材好，这边扭着屁股，那边露着腰，越刷越上头，急得像个猴，刷的他那哈喇子是顺着嘴角流。看个短视频，越看越入神，每个女人都像是他梦中的情人，看谁都很美，唯独看到自家媳妇，他就像见了鬼。视频看完后，他还要作秀，还说现在的女孩子咋脸皮这么厚，美女没少看，他又装清高，就是不想让你认为他是个骚包。哎呦我的妈！如果你敢在农村跑步，我跟你讲，你完了，你真的完了。我刚回农村的时候，刚晨跑回来，就被村里的老人议论。你看，不知道刚从谁家的被窝里面爬回来。有人。第二天，我害怕被误会，我就扛了一把锄头去晨跑，不料又被他们议论，大清早的不知道去挖谁家的红薯。第三天，我把晨跑改成了夜跑。哎呦我去！他们又说，大晚上的他跑玉米地干嘛？后来我查出那个给我散布谣言的人，哎呀，年纪有点大，我就不跟他计较了。人嘛，以和为贵。对。于是我就给他的儿媳妇订外卖，一日3餐，连续订了2天。后面村里面的人纷纷议论，那个谁的儿媳妇啊，不得了啊，很多男朋友给她送饭。哎呦我去！有穿黄色衣服的，有穿蓝色衣服的，轮流送啊！哎呦我的妈！这丫们可不想好。请问一代等于多少年？25年。一世等于多少年？30年。一甲子等于多少年？60年。弱冠之年指的是多少岁？男子20岁。王婆卖瓜的王婆是男人还是女人？男人。他卖的是什么瓜？哈密瓜。在演出中，压轴戏一般是指第几个节目？倒数第2个。床前明月光里的床指的是什么？井上的围栏。一个时辰等于多长时间？2个小时。一炷香等于多长时间？半个小时。豆蔻年华指的是多少岁？女子13、14岁。弱冠之年指的是多少岁？男子20岁。半老徐娘指的是多少岁？女子30岁。知命之年指的是多少岁？50岁。说有一个寡妇啊，养了一头驴，还有一条狗。白天呢用驴干活，晚上呢让狗看家。有一天夜里，有人翻墙而入，这个狗狗看到以后啊，闭上了眼睛，装作看不见。这个驴一看有人进来了，狗狗居然没叫，于是就慌了，对狗狗说：“有人进来了，你快咬啊！”哎，只见狗狗呢瞥了一眼，懒得搭理他，继续催他的叫。这个驴一看就急了，于是就嗷大叫起来，赶紧给主人报信呢。哎，这一会儿功夫，这个小寡妇拿了一个棍，气势汹汹出来，把驴给揍了一顿。边揍呢，还边说着：“你下次晚上再嗷嗷叫吵我睡觉，我明天把你给宰了。”哎，这个驴呀吓了一身的冷汗，然后忍着痛闭上了嘴。这个时候，只见旁边的狗狗笑着对驴说：“嘿嘿，你个蠢驴，你以为半夜翻墙进来的都是贼吗？啊，哎，难搞哦。”世事无常啊，那鸡想破脑袋他都想不到啊，自己的肉蘸着自己的孩子怎么就那么香？猪到死也没明白，装屎的肠子怎么回头就装了自己的血？生蚝也没想到，保护他的壳最后成了装他的碗。螃蟹长小腿是为了戳他大腿里的肉。河豚也纳闷啊，它都剧毒了，还有人冒着见太奶的风险也要咬它一口。鹅卵石才是最莫名其妙的一个，吃不掉我就缩的我，也太恶心石头了吧！可谓是南吃虾，北吃蟹，两广吃掉自然界，云南吃菌逛仙界，西北羊头顶一切，东北大酱蘸一切，重庆火锅烫遍阴阳两界，你多会吃。所以说啊，大猩猩才是最聪明的那个，进化的刚刚好，多一步上班，少一步上桌。哎呦我的妈！